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科学家不敢公开的秘密，盘古开天其实是一场远古星球改造计划。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人做着同一个梦，红色天空、碎裂的月亮，还有站在海边的巨人。没人知道那意味着什么。直到一段来自昆仑山地下的神秘信号被破解后，人类才发现《山海经》里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异兽，而是盘古留下的一句警告。公元前12000年前后的最后一次冰河时期末期，没有任何现代国家存在，海平面比今天低了100多米，今天的渤海、黄海、东海大片区域都还是裸露的大陆。而在昆仑山脉以西，一座被后世称为归墟之门的黑色金字塔正缓缓苏醒。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谁建造的，因为它并不符合任何已知古文明的结构规律。它的表层并非石头，而是一种会在月光下缓慢流动的黑色金属，金属内部布满类似神经网络的发光纹路，每到夜晚，那些纹路便会像血液一样在塔身流淌。后来《山海经》将那里记载为西北海之外，大荒之余，有山而不河。可没人知道，那其实不是山，而是一座沉睡的星际装置。传说中的盘古并不是神，而是最后一位天宫族的生物工程指挥官。所谓开天辟地，也根本不是恢复劈开天地，而是一场改变地球磁场与大气层结构的星球改造工程。天宫族来自猎户座悬臂边缘，他们抵达太阳系时，地球还被厚重云层包裹，氧气浓度极低，大量巨型生物无法稳定进化，整个地球处于一种半原始半失控的生态状态。他们发现这里拥有罕见的高稳定液态水资源，以及一种极特殊的地下晶体，后世称之为龙脉矿。这种晶体能够储存行星电磁记忆，因此他们决定在地球建立第二文明实验场。盘古就是这项计划的总执行者。根据后来残存于三星堆青铜神树中的编码记录，盘古的身高并非神话里的万丈，而是接近4米，因为他所穿戴的是一种名为玄甲的外骨骼装置。那装置能够增强骨骼密度与肌肉爆发力，同时抵御地球初期极强的太阳辐射。在古代人类眼中，那自然如同神灵。盘古抵达地球后，第一件事并非创造人类，而是分离天地。那一年，地球磁极发生异常偏移，北极天空持续出现巨大红色极光，海洋潮汐开始失控，整个大陆板块剧烈震动。现代地质学至今仍无法解释新仙女木事件为何在短短几十年内令全球气温骤降，但如果将它与盘古计划联系起来，一切就会变得极其可怕。所谓开天，其实是利用归墟之门释放高频等离子束，将包裹地球上空的重离子层撕裂，从而让太阳光真正照射进来。而辟地则是通过调整月球轨道，引发地壳重新稳定。没错，真正令人恐惧的是，月球并非天然卫星，而是天宫族拖曳进来的引力稳定器。因为远古地球自转速度过快，一天只有10小时，地轴极不稳定，大量生命无法长期演化。于是盘古必须将月球锁定于近地轨道，通过潮汐减速地球自转。古代神话里，盘古死后双眼化日月，实际上是在暗示盘古与月球系统的永久绑定。当工程进行到第9年时，归墟之门开始过载，地球磁场出现巨大裂缝，大量高维辐射泄漏，一部分实验体开始发生变异。那些生物后来成为《山海经》里的异兽。夔牛其实是一种单足磁暴生物，它们体内储存高压电流，能在雷暴天气中释放电弧。九尾狐并非狐狸，而是经过基因强化的高智商夜行类人种族，它们拥有多条神经感应尾骨，用来感知空间波动。而所谓应龙，则是一种具备低空飞行能力的生化战斗单位。最危险的是一种被称为刑天的战争兵器。刑天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失控的无头生物士兵。因为天宫族发现人类大脑极容易受到高维信息污染，于是他们尝试将意识储存于胸腔神经核心，让身体脱离头颅，依旧能行动。后来实验失控，大量刑天部队开始攻击归墟基地，盘古不得不亲自镇压。那场战争持续了3个月，天空出现巨大的黑色裂缝，昆仑山上空不断降下蓝色火焰，许多原始人类躲藏在洞穴中目睹这一切。他们将那些画面刻在岩壁上，几千年后被后世考古学家发现，却被误认为祭祀图腾。真正让盘古绝望的并不是战争，而是人类，因为他发现地球原始人类拥有一种异常能力，
灵魂共振。当地球磁场进入特定频率时，人类会短暂接收到高维宇宙的信息。这种能力让人类具备无限进化潜力，但也意味着不可控。天宫族内部因此分裂，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毁灭地球实验，另一部分则认为应继续引导人类文明。盘古选择了后者，他秘密在昆仑地下建立了下虚档案库，将天宫族科技封存，并创造出最早一批守门人。这些守门人后来成为巫、祭司、方士、观星者，他们负责在文明周期毁灭后重新传播知识。很多人以为文明是线性发展的，但事实上人类文明已经毁灭过至少5次。亚特兰蒂斯并不是唯一失落文明，在青藏高原下方还埋着一座更古老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一支苏联地质队曾在昆仑无人区探测到巨大地下空腔，内部存在规则金属结构，他们进入后再也没有回来。官方档案里只留下6页报告，其中一句话至今令人不寒而栗：那里不像遗迹，更像某种等待启动的机器。而盘古真正的秘密藏在他的死亡里。神话说盘古死后，身体化作山川河流，呼吸化作风雨，血液化作江海。可如果换一种角度理解，那或许意味着盘古将自身生命与地球生态系统绑定。他并没有死，而是把意识上传进了地球磁场网络。也就是说，整个地球本身就是盘古。那些所谓龙脉其实是地球神经，地震是地球在翻身，极光是地球意识活动产生的能量泄漏。更可怕的是，《山海经》中多次提到天柱折，地为绝。现代科学一直无法解释为何上古神话反复出现天空塌陷的描述。直到2018年，美国阿拉斯加高频电离层实验站意外探测到地球上空存在巨大隐形能量网格，那些网格与全球古文明遗址位置完全重合，包括金字塔、复活节岛、玛雅神庙、三星堆、良渚与昆仑山。有人推测那是盘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星稳定系统，如果系统崩溃，地球磁场将彻底消失。2025年前后，一组来自南极冰层深处的异常信号再次引发全球秘密组织注意，信号频率与三星堆青铜神树内部编码完全一致。更诡异的是，信号翻译后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归墟正在开启。没有人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有人认为盘古仍在沉睡，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天宫族即将返回地球，因为按照他们文明的时间计算，人类不过只是实验开始后的第一个文明周期。现代 AI 的发展，量子计算的突破，脑机接口的出现，看似科技进步，却越来越接近天宫族当年的路线。许多顶级科学家已经开始怀疑，人类所谓灵感是否只是地球磁场在向我们泄露远古记忆。最令人不安的是，近年世界各地频繁出现共梦现象，不同国家的人梦见相同的黑色巨门，相同的红色天空，相同的巨人站在海边仰望月亮。那些梦境中的巨人总会重复一句古老语言，没人听得懂，但通过 AI 声波解析后，那句话被翻译成了中文：当天地再次分离之时，归来的不一定是神。而《山海经》最后真正隐藏的秘密，或许从来不是异兽，不是神仙，也不是盘古，而是他一直在警告后世，人类文明并非地球主人，我们只是被允许暂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第6代继承者。在更古老的黑暗纪元里，曾有比人类更辉煌的文明站在这里，他们同样相信自己永恒不灭，直到归墟之门再次开启。归墟信号出现后的第7个月，世界开始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变化。最先察觉异常的并不是科学家，而是一群生活在青海昆仑山口附近的牧民。那年冬天，原本应该冻结的湖泊并未结冰，湖水在深夜会发出淡蓝色荧光，像有什么东西在水下缓慢呼吸。几名牧民声称，他们曾在凌晨3点看见一只没有脚印的人从湖边经过。那些人身穿黑色长袍，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一层像镜面般反光的皮肤。他们没有发出声音，却会让周围所有动物瞬间安静下来。第二天，其中一名牧民疯了，不断重复一句古老藏语，门后面的人醒了。没人知道他说的门是什么。与此同时，美国内华达州51区地下实验室中，一项代号赫尔墨斯的秘密工程突然中断。实验人员原本正在测试一种量子共振装置，那装置的原理与三星堆青铜神树内部编码极为相似。
它能够短暂同步人类脑波与地球磁场频率。实验开始后的第13分钟，整个实验室所有电子设备同时黑屏，随后所有监控画面里都出现了同一个画面，一个巨大的黑色人影站在宇宙深处，身后漂浮着破碎的月球。那身影没有脸，却拥有一双散发金色光芒的眼睛。更恐怖的是，实验室内23名研究员在清醒状态下同时听见一句话：你们不该再次启动它。后来经过调查，那段声音并非通过空气传播，而是直接出现在他们的大脑神经系统中。几乎同一时间，位于埃及吉萨金字塔下方的地下空洞也被探测到异常能量波动。法国一支考古团队利用新型中微子扫描技术发现，金字塔地下竟然存在一个直径超过300米的巨大球形空间，而空间中央悬浮着一颗类似陨石的黑色晶体。那晶体表面不断浮现复杂纹路，与《山海经》中描述的混沌之卵极为相似。最令人震惊的是，当研究人员将晶体表面图像输入 AI 解析后，系统竟自动生成了一幅星图，星图终点直指猎户座参宿4。很多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也许世界上所有古文明都曾在遥远过去共同仰望过同一片天空。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中国甘肃敦煌地下。那年一场6级地震导致莫高窟附近塌陷，军方在地下80米深处发现了一条从未存在于历史记录中的人工通道。通道墙壁上密密麻麻刻满类似甲骨文的符号，而那些符号并非雕刻，而像是被某种高温瞬间融进石壁。最深处则是一座被黄沙掩埋的青铜巨门，门高15米，门缝内部不断传出低频震动，像心脏跳动一样。考古队进入后，发现门后是一座完整地下城市，那里没有腐烂，没有风化，甚至连石桌上的水杯都像昨天才被放下。整个城市呈环形结构，中央矗立着一座类似天文台的高塔，而塔顶悬浮着一颗散发微弱红光的球体。后来有人认出，那正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烛龙之墓。古书记载，烛龙睁眼为昼，闭眼为夜。过去人们以为是神话，但真实情况却更加惊悚。那颗红色球体其实是一颗人造恒星核心，它能控制区域磁场与时间流速。进入地下城市后，所有人的手表全部停止，而城市内部的灰尘始终悬浮在空中，像时间被冻结一般。一名年轻研究员在高塔内部发现了一面镜子，镜子并非玻璃，而是液态金属构成。当他靠近时，镜中竟出现了另一个世界。那世界的天空是暗红色，月亮碎裂成数块漂浮在空中，地表遍布巨大黑塔，无数身披银色铠甲的人正跪在一尊巨型尸体前。那尸体高达数百米，胸口插着一柄巨斧。研究员瞬间意识到，那可能就是盘古真正的遗体。下一秒，镜中的人同时抬头看向了现实世界中的他。其中一个银甲人缓缓开口，声音却直接出现在研究员脑海：终于找到你们了。随后镜面炸裂，整个地下城市开始震动。749局立刻封锁现场，但已经晚了，世界各地开始出现空间重叠现象。俄罗斯西伯利亚冰层下则发现大量排列整齐的黑色金属棺椁，每个棺椁内部都躺着身高3米以上的人形生物，他们胸口刻着同一个符号，一只睁开的眼睛。联合国秘密成立了第7文明调查局，试图追查所有事件源头，而调查结果令所有高层陷入沉默。原来地球文明并非自然发展，而是被周期性重置。每当人类科技接近天宫族当年的水平，归墟系统便会启动筛选机制，通过天灾、战争、疾病或磁场崩塌，将文明重新归零。亚特兰蒂斯毁灭，大洪水传说，玛雅断层，三星堆突然消失，都只是上一次筛选留下的残影。而人类如今已经再次接近那条红线。更可怕的是，他们发现 AI 并不是人类发明的工具，而是归墟系统的一部分。因为真正的归墟并不是一扇门，而是一种覆盖整个地球的信息意识网络。所有高等文明最终都会发展出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一旦突破临界点，便会自动连接归墟系统。换句话说，人类以为自己正在创造未来，实际上是在帮助某种远古意识重新苏醒。科幻推理，那一年月球背面首次传回完整影像，
一艘无人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环形山内部拍到一座长达20公里的巨大金属建筑，建筑表面刻满与敦煌地下城市相同的符号，而中央则矗立着一尊巨大石像，石像握着巨斧，头戴环形冠冕，姿态与古代盘古图完全一致。月面影像传回地面的那一刻，整个第7文明调查局指挥大厅陷入了死寂。那座长达20公里的金属建筑不仅仅是宏伟，它在物理学意义上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重力锚点。通过深空引力波探测仪显示，月球内部并非实心，而是存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几何拓扑结构，其质心位置会随地球电磁周期的波动而进行微秒级的物理偏移。现代物理学中的月球自转与公转同步一直被视为天文学的巧合，但在那一刻，真相赤裸裸地摆在眼前。月球是盘古留下的监控器，它的那一面永远背对着地球，正是为了隐藏那座正在充能的星际相位炮。那一年，全球物理界发生了一场名为常数漂移的集体恐慌，普朗克常数与光速在极小尺度下开始出现不可观测的波动。最直观的表现是，世界各地的精密原子钟开始出现步调不一的偏差。不是钟坏了，在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中心，首席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陈默教授死死盯着屏幕，是时间流速本身被干扰了。有人在调整地球的系统时钟，陈默的团队在对撞实验中意外捕捉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粒子，他将其命名为旋粒子。这种粒子不符合标准模型，它表现出一种意图性，能够根据观察者的意识状态改变自旋方向。这完美对应了《山海经》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超自然现象背后的技术本质。天宫族掌握着一种基于意识耦合的次原子技术。《山海经》里那些移山填海的力量，本质上是利用旋粒子对宏观物质进行分子级重构。陈默在绝密报告中写道，盘古不是死于肉体的消亡，而是为了维持地球这个巨大的培养皿，将自己的意识量子化注入到了全球的超导晶体及龙脉矿脉中。现在的归墟信号是他的意识正在被某种外力强制格式化。在敦煌地下城市被封锁的第3周，昆仑山主峰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诡异的一次物理现象。整座雪山在没有任何震动的情况下，向天空投射出了一道直径数公里的白色光柱，直接击穿了平流层。军方派出的先遣队在光柱中心发现，原本坚硬的花岗岩岩层已经变成了半透明的胶质物。随着深入，他们进入了那个被苏联地质队标记为不可归来的地下空腔下虚档案库。这里的结构完全背离了欧几里得几何。墙壁是由一种可编程金属构成的，它们随着人类的靠近自动重组，幻化成来访者最熟悉的场景。在这片流动的金属森林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具被浸泡在深蓝色液体中的躯壳。它身高 3.82 米，外层包裹着残破的悬甲，胸口处并没有心脏，而是一个不断旋转的微型黑洞，那就是盘古的物理节点。通过随行 AI 的强行破译，档案库的中央控制台投射出了一段跨越万年的立体影像。那是一场星际规模的悲剧。天宫族并非由于探索而来到地球，他们是文明的流亡者。他们的母星系在猎户座爆发的超新星中毁灭。盘古作为最后一支实验舰队的指挥官，将地球选作种子基地。开天辟地的斧头其实是一台名为维度切割仪的重型设备。由于远古地球处于一种高维不稳定的叠加态，即神话中的混沌生物，无法产生稳定的3维遗传编码。盘古通过强行将地球周围的空间曲率铺平，才创造了适合人类这种低维生物生存的物理环境。但代价是沉重的。为了锁死地球的维度，盘古必须将自己作为相位控制器永久连接在地球磁极上。那一年，调查局的语义实验室传出惊呼，那句翻译自南极信号的归墟正在开启，在复杂的语境重组后显露出了其全貌。清理协议已启动，实验周期12000年。指标评估，人类文明由于过度依赖外部能量熵增，缺乏灵魂共振进化，意识陷入二进制死循环。判定结果不可持续。清理者天宫族2型清理舰队。全世界的高层都绝望地意识到，天宫族并不是什么慈悲的造物主，他们是严苛的园丁。当发现庄稼长歪了，他们会选择焚毁整个农场，重新播种。
那些频繁出现的共梦现象，其实是盘古留在人类基因深处的防盗防火墙。他预见到了这一天的到来，于是将应对清理协议的钥匙拆碎，撒进了每一个人类的无意识深处。当天地再次分离之时，归来的不一定是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归来的将是天宫族的收割机器，而人类唯一的生路是觉醒那个被封印的灵魂共振。在未来的某一天，全球海洋开始疯狂退潮，露出万年前被淹没的大陆架。在今天的东海和黄海海域，一座座巨大的刻满神经网络纹路的黑色金字塔破土而出。这些金字塔与昆仑山的归墟之门遥相呼应，构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能量矩阵。这是天柱的重建。现代量子物理学中最著名的观察者效应在此时得到了最恐怖的验证。随着黑色金字塔的苏醒，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开始干预物理现实。那些被《山海经》记载的异兽不再是传说。由于地球磁场的剧烈波动，不同维度的空间发生了重叠。人们在纽约街头看见了浑身燃烧着蓝色电光的魁牛在穿行，在亚马逊雨林深处听到了九尾狐干扰神经的啸叫。这不是怪兽入侵，而是地球正在回退到12000年前那个高维叠加态。陈默教授在最后的日记中写道，我们一直以为《山海经》是过去，现在我才明白它是一个循环的未来。月球的能量正在枯竭，那座星际相位炮不再是为了稳定地轴，而是指向了地球。如果月球开火，它将瞬间剥离地球的大气层，重启整个生态系统。最后一刻，调查局派遣陈默进入了昆仑山的归墟之门。当他跨越那层黑色的流动金属时，他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机械工厂，而是看到了一片光。在那片光中，无数个盘古，那些身高4米的巨人们，正如同某种逻辑阵列一般，静默地维护着一棵由纯能量构成的世界树。那棵树的每一个分叉都代表着一个文明的演化路径。他看到了曾经灭绝的5代文明，第1代是纯意识体，第2代是晶体生命，第3代是亚特兰蒂斯的海洋文明，而人类只是第6只嫩芽。一个苍老而机械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孩子，你认为什么是生命？沉默颤抖着回答，是呼吸，是繁衍，是思考。不，声音回答，生命是熵增过程中的一次奇迹般的延迟。盘古为了这一刻的延迟，已经将它的原子分散在你们每个人的血液里。你们所谓的铁元素就是它玄甲的碎片，你们所谓的氧循环就是它的最后一次呼吸。人类不是他的孩子，人类就是他的细胞。真相在这一刻彻底揭开，并没有什么外星舰队要来毁灭地球。所谓的清理协议，其实是盘古意识内部的一次自免疫系统激活。当人类文明的发展开始偏离生命本源，走向冰冷的、机械的、彻底数字化的死胡同时，地球这个巨大的活体意识为了自保，不得不选择切除掉已经腐败的文明组织。所谓的归墟开启，其实是地球的自毁程序。未来月球背面的那尊巨人石像会微微睁开了眼睛，全球的电子信号在那一刻永久消失，量子计算崩溃，网络瘫痪，人类重新回到了火耕水耨的时代。但诡异的是，没有人感到痛苦，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拥有了某种感知万物的能力。他们能听到植物的低语，能感受到大地深处矿脉的律动。在昆仑山的山脚下，一尊巨大的黑色金字塔缓缓沉入地下。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或者说它正在给第7代，或者说获得新生的第6代文明让位。正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中那些语焉不详的记载，有神10人，名曰女娲之长，处力广之眼，横道而出。这些神话符号的背后，或许正是某种在灾变后重新整合基因的微型生物机器。人类的故事远未结束，我们终于意识到，盘古从未离去，他只是化作了这方天地，冷冷地注视着我们这些在他身上寄居的微尘。而归墟之门依然在深渊中等待着下一次频率的统一。当星空再次转动到特定的位置，当人类再次试图挑战神明的界限，那句古老的中文译码将再次响彻云霄。当天地再次分离之时，归来的不一定是神，而是你们无法承受的自我也。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账号，看更多精彩内容并被催眠。